第64章炼制聚气散。当年为了成功获得这古灵冷火，我可是在那暗无天日的鬼地方待了8年，而且在最后吸收的那一刻，要是我准备周全，也差点被这鬼东西烧成灰烬。药老感叹地摇了摇头，平静的老脸上罕见地露出一抹后怕。看来那次的遭遇还真的是让他记忆犹深啊。嘿嘿，虽然危险性极高，不过只要能够得到这古灵冷火，一切都值了。药老得意地扬了扬掌心中的白色火焰，笑道：只要拥有了异火，不仅炼出的丹药药力更浓，而且与人对敌时，同等级的强者根本不敢与之硬碰。闻言，萧炎望着那团不断翻腾的森白火焰，满脸的羡慕。瞧着萧炎那副羡慕的模样，药老嘿嘿一笑，脸庞上闪过一抹狡猾的笑意，话音却是忽然一转：异火对你来说还颇为遥远，现在你最大的期盼还是祈祷自己早日成为一名斗者吧。有些遗憾地点了点头，萧炎也只得暂时地撤回自己对异火的垂涎，将心神拉到现实中来。见到萧炎回过神来，药老微微一笑，掌心中的森白火焰不断涌动，一簇簇的火苗腾上半空，旋即消散。干枯的手掌抓起一株墨叶莲，然后轻轻地丢进火焰之中。墨叶莲刚刚沾染上古灵冷火，便是在瞬间被煅烧成了一团墨黑的液体，液体在火焰之中缓缓滚动，反射着幽幽光泽。森白火焰翻腾得越来越烈，然而一旁的萧炎却是诡异地发现，森白火焰之外的空气越来越冷。药老全神贯注地控制着掌心中火焰的温度，这种时刻，只要温度稍稍高上一丁点，这团墨黑液体就将会被煅烧成一团虚无的空气。在火焰温度维持到某个界限之后，那团墨黑的液体中忽然出现了一点点黄色的杂质。望着那团出现在液体中的黄色杂质，药老这才微微点头，屈指轻弹，一小团包裹着黄色杂质的墨黑液体被他从主体中驱逐而出。在驱逐了这团黄色杂质之后，后面又陆陆续续地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淡黄杂质，而这些杂质也全部无一例外地被药老清理干净。在森白火焰的不断煅烧中，体积本来足有小半个拳头的墨黑液体已经缩小的只有拇指大小。深邃的黑色液体在森白火焰中缓缓地翻滚，犹如一粒黑珍珠一般幽深而神秘。将第一株墨叶莲煅烧的只有拇指大小后，药老这才停止继续煅烧，再次将另外4株也投入其中，将它们全部炼制成了4颗犹如黑珍珠般的纯净液体。经过古灵冷火的长久煅烧，5颗小液体逐渐的融合，而融合之后体积膨胀了许多，不过这种现象只是持续了片刻，便再次缩水到了原先那般大小。在火焰中滚动了许久，甚至连那漆黑的液体内似乎也都能看见一簇白色火苗在跳动。见到这一幕，药老手掌快速地抓起桌上的蛇涎果，然后一把将之投进了火焰之中。蛇涎果一进入火焰之中，便是化成了一团冒着丝丝寒气的碧绿色液体，将这团碧绿液体中的杂质飞速剔除。药老将之缓缓覆盖上了通体冒火的漆黑液体。滋滋，两种属性不同的液体相碰触，顿时响起一阵阵一声，淡淡的白气从火焰中翻腾而起。白气逐渐减弱，一颗表面粗糙的丹药雏形悄悄地在火焰中现出了形来。平静地望着那颗已具雏形的丹药，药老微微点头，再次将聚灵草与那颗水属性的2级魔核投入其中。断成液体，剔除杂质，互相融合，几种繁琐而精细的步骤，药老几乎是一气呵成，没有丝毫的停滞。见到药老这种利索的动作，就是萧炎这上还不懂炼药的门外汉，也是忍不住的在心中轻赞了一声。用聚灵草将魔核中的狂暴能量中和之后，一股淡蓝色的纯净能量缓缓地灌注进了丹药的雏形之中。当最后一滴蓝色能量进入丹药内部之后，表面有些坑坑洼洼的丹药雏形顿时被修复得圆润光溜，淡淡的蓝色光泽浮现在丹药表面，将之渲染得美轮美奂。做完了这些步骤，药老却并未立刻收手，而是将丹药在火焰中温养了近10多分钟后，掌心中的白色火焰方才缓缓熄灭。当火焰消失之时，
药老左手猛地吸过桌上的一只玉瓶，然后一把将那枚略微碧绿中略微带着一抹淡蓝的丹药装入其中。呼，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药老随手将玉瓶丢给萧炎，淡淡的道：“看看吧。”小心谨慎地接过玉瓶，萧炎有点激动地将之放在鼻下轻嗅了嗅，一股熟悉的异香从中散发而出，让得他精神为之一振。望着瓶中那蓝绿交替的丹药，萧炎依靠着出色的灵魂感知力，他能模糊地知道这一枚聚气散绝对比上次纳兰嫣然拿出的聚气散品阶与药力要更强一些。想起当日那女人拿着丹药那俯视的模样与口气，萧炎轻笑了笑，笑容中有着一抹淡淡的讥讽。摇了摇头，萧炎紧紧地握着温凉的玉瓶，重重地吐了一口气。间隔3年，终于能够再次踏足那个等级了。